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熊 V 泰国，我是黑熊。今天要来 V 什么？相信大家来过泰国曼谷应该都知道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帕蓬夜市。今天要带大家去看正宗的乒乓秀以及 GoGo Bar 的始祖店。话不多说 ，Let's go！ 然后黑熊不从帕蓬的夜市正门走进去，我们从沙拉店站下来之后，你会看到一个 booth， 你会看到一个卖烤鸡的阿嬷，她这边卖很久了，很好吃哦。然后从这个巷子啊，一直走进去，原主店嘛，一定是比较很隐秘的地方。哇，加速，加速，加速！当你看到这上面很漂亮的天桥酒吧 Black Pagoda 以及右边的 Foodland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之后，我们的目的地就快到了。噔噔，这就是我今天要带大家去看的地方 ——Patpong Museum。我们进去吧。Patpong Museum，Patpong Museum。黑熊今天就当你的向导，带你初步探索一下这个博物馆。当然细节必须你自己亲自来看一看。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出发。这个 Patpong 王朝可以说是一个海南华人泰国梦成真的故事，一切都从这里开始。这位他的汉名叫做统普，其实详细的名字现在也找不太到了。他在1901年的时候娶了一位泰国人，后来改名叫做 Pumpa， 就慢慢开始他的泰国的故事。这个是1897年的时候曼谷的地图，可以看到你认得多少？我们今天的主角就在这里，就是这个 Patpong 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看到这里都像一点一点的，这是什么呢？这是香蕉园，这是田。当时的商业中心是在老城区，像是亚瓦拉中国城或西帕亚大皇宫这边，正王庙、卧佛寺，你看热闹的地方都在这。你现在所看到很热闹的阿手啊、黄棚啊、七龙啊、娜娜这些，其实是这样，都是田。那这故事呢，我们就慢慢推进到1920年代，来到这边，像黑熊创业，当然呢，普帕呢，他开的东西就不太一样。有没有看到这个红色跟白色大象？你想要什么？在泰国现在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叫黄象水泥，没有错，他创立的就是水泥公司，先金红毛灰公司。当时泰国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确是需要一些营造的材料，这个创业创对了。再过了大概10年左右，因为他做生意非常的成功，当时的七世王呢就给他赐姓 Luang Patpong Pani。赐姓之后呢，当然了，做事就会顺风顺水。那接下来我们要切入正题喽，大家绝对不会想象到 Patpong 这么热闹的红灯区，以前竟然是这个样子，是一片田，什么都没有。那这边呢，其实有电车通过，就是 Silong 路。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是香蕉园，就是 Patpong 这个红灯区。那旁边呢就是苏拉欧。大家都知道，1930年代、40年代最重要的是什么？2次世界大战。这个地方呢被日军所占领，当做一个宪兵的驻扎地。虽然当时日本它没有统治或者是正式的占领泰国，但它这个心是一直是有的。关于有相关的日本跟泰国之间2战时候的电影，可以看一下纳德演的《酷干》。日军占领这个地方，宪兵他的工作当然就是要做一些肃清反抗军或者是肃清敌对势力的动作，并且想办法正式的统治泰国。那当时呢，Patpong Pani他的第4个儿子乌东 Patpong， 他是伦敦政经学院毕业，后来要到美国去念书。但他到美国去念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他要接受训练。他受到了 CIA 前身组织的训练，目的就是受完训练之后要回来成为游击队，并且训练当地的泰国人反抗日本。后来他准备要回来，要跳伞潜入泰国的时候，2战结束了。我任务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其中他的排长，相信各位来到泰国一定知道这个名字，叫 Jim Thompson。这 Jim Thompson 可以说泰式之父，他把泰式发扬光大。大家可能去看过他的 Jim Thompson House， 也可能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在泰国各大的购物中心都有，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丝绸品牌。Jim Thompson 当时来到这边的时候，接管这个宪兵的办公室，负责把这些留在泰国的日军给送回去。那这块被占领的土地该怎么办？乌东先生他身为下面的班兵，我们听到说这块土地好像要卖掉了，他马上跟他爸爸说：“老爸，我们把这块地买下来吧。”于是1946年，他的爸爸Patpong Pani就把这块地买了下来。他的情报没有用来作战，他的情报用来商业投资。这块地当时以$3000的价格把它买下来，但现在价值多少，你无法想象。大家都知道，从事情报工作的人，这个线很多，如果没办法用在作战，我们就要用在商业上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他可以找了这么多的外商公司。像我现在所在这个 Patpong Museum， 其实以前是 IBM 的办公室，第一间外国餐厅也在这个地方，第一家 7-Eleven 也在这个地方，外国记者联系办事
视处 LCCT 也在这里。那我特别要提到这个 JAL 一下，我其实来泰国那个时候有看到一部电影，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叫做 Sayonara Izuka 再见总有一天。这部是讲一个外派到泰国的日本男人一些爱情故事。老婆在日本嘛，他是身为一个日本航空公司的代表，他来出差，然后外派来这边，然后经营这边分公司，他跟当地的女人就勾搭上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然后当时呢，其实我有一个疑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原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很棒，这个电影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当然了，你说你自己把这块地买下来，你遭了这么多伤，怎么可以忘了自己的老长官呢？所以他就找他的排长要来开公司。君他们先生呢，就在这边设立了泰斯公司的办公室。可以想象这一期就是一个 co-working space 啊。这个地方还有收藏泰国第一间有提供国际电话、有冷气、有热水的酒店，就在这个地方 Plaza Hotel， 现在还在哦。这是当时国际电话的一个电话交换区，就在这边，所以每个房间都有电话，都很先进的这个。然后其实你可以想象，当时帕蓬就是外商的中心，是曼谷或是泰国要通往世界的一道大门。二战结束之后，就慢慢进入了冷战时期。当时呢，吴东帕蓬先生，你觉得他离开 CIA 之后，他跟 CIA 就没有关系吗？当然不可能，他的朋友一定找到他对泰国很熟嘛，又会讲泰文，又会讲英文，那当然情报工作要靠他一下。所以在这边来了很多真正来做生意的美国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像这些是 CIA 的人，当然他们都有一个正职工作了，但是他还有坚持做 CIA 了。你看这看起来就不像一般人嘛，长得这么壮、这么帅，然后这么锐利，怎么会像一般的商人？商人应该像这样。那当然呢，有很多情报的秘密的地下的攻击行动，大家都自己过来看就好了。接下来这故事越来越精彩了。我们时间线推到1960年代，黑熊可以介绍这个人 Tony Paul。这个人大家绝对不会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你可能会听过马龙白兰度。马龙白兰度有演一部电影叫做《现代启示录》，其中他演的就是主角 Walter Coates。Walter Coates 这个残暴的军官呢，就是以这个人为原型。那这个 Tony Paul 他其实是美国 CIA 的情报官员，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训练游击队，还有提供东南亚地区其他的一些作战单位一些武器以及资源。如果你有看过《现代启示录》，你就知道说这个 Walter Coates 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割耳朵啊、砍头之类的。Tony Paul 呢，他常常在这一带活动，因为这边呢也有 CIA 的据点，还有 CIA 的 safe house 在这个地方。大家想到，帕蓬不是很多 Go-Go Bar 吗？第一间 Go-Go Bar 是怎么出现的？就这个人，也是美国的退役军官。这个瑞克先生算是泰国 Go-Go Bar 的始祖。其实 Go-Go Bar 我们应该叫做 Go-Go Bar。那为什么叫 Go-Go Bar？ 跳 Go-Go Bar 女生她会穿一个靴子，叫 Go-Go Boot。瑞克先生呢，其实当时他只不过是开一个一般的运动酒吧。当时在泰国有法令规定说，如果你要有女生来一起伴舞跳舞的话，你是违法的。他并没有这个许可。那这个人很聪明，他就弄了几个木桌子，让女生在上面跳舞。当然了，泰国警察一定来找麻烦嘛。瑞克先生呢说，我们没有人跟他跳舞啊，我们每个人都保持 social distancing 啊，社交距离啊，那你就跳他的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后来泰国警察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我觉得可能还有这个东西的说法，有没有？给这个第一间的 Go-Go Bar 在桌子上面有钢管啊，这样跳舞就诞生了。所以他可以说是整个东南亚这个 Go-Go Bar 的创始人。这边是这边的一些历史照片，那其中这位年轻人就是这间博物馆的创办人 Michael 先生，他其实是个艺术家，他有机会来到帕蓬来做一个投资，跟朋友合资开这个 Taki 这个酒吧。然后当时他这个外国人进来做这个生意，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当时他遇到了这一位 Vicky 先生，你可以说他就是帕蓬当时的教父。当时 Michael 先生就像他的小弟一样，跟着他一起走去看一下这个生意到底怎么 run。Vicky 先生呢，也是把他当他的左右手一样。后来其实慢慢也是顺风顺水，到最后现在会看到这个博物馆的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 Vicky 先生他现在的照片，他们很尊敬这个教父。所以我们再往里面走，有没有看到这边18禁？接下来你会看到帕蓬的红灯区，它的性产业文化究竟是怎么样？你可以来这边听一下70、80年代一些音乐，小酌一下。你只要买票购买，他就给你一杯饮料。在这边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就到下一个区域。现在可能看到说，Go-Go Bar 为什么女生没有穿靴子？当然了，时代会演变，大家想要看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单纯，最后就不穿了。这就是一种性产业、性文化，其实没什么好隐瞒的。所以在这边呢，他把帕蓬这个性产业发展的过程，在这边做了一个记录。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刊物就全部贴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呢，也可以体验一下乒乓球。这边会看到一些整个演进的过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服装越穿越少，越来越性感。在泰国的性产业有很多 lady boy， 我们叫第三性。我希望以后大家不要叫他人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好听。明明中文有很多很好的称呼，为什么一定要用人妖这个字？在这边有设计一道墙，大家有看到很多漂亮美眉的照片。这边呢，就是让大家猜说哪些照片代表的是第三性，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翻牌。像这个这么漂亮，一定是
猜中了，其实比 Angel 还漂亮哎。最后来这个区啊，算是一个小艺廊，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关于性文化的一些作品，其中这是泰国的画家叫达完，他画了一个在帕蓬的工作枕的一个肖像。当然这边你还可以买一些纪念品，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伴侣啊很性感的帕蓬风的服装啊，你可以在这边购买。大家想说买给 Angel 穿对不对？我不敢，好吧，不要做这种事情，不要害死我。结尾了吗？有点累，我要讲什么我都忘记了。我跟老实讲，黑熊在实用区工作大概10多年了，我常常经过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从来都不知道说原来帕蓬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对我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色情红灯区。我总觉得这边都是旧卖很多假货，但没想到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虽然说我是 Vision 的创办者，我已经看到很多泰国东西，但今天我真的是完全一个全新的体验。当我今天有机会跟 Michael 对谈，我看到他的 Vision 泰真的太有意思了。我们之前做老城区专题，像嘉隆宫、石龙郡路那边、CPR 那边，欧洲人过来泰国，让整个泰国慢慢进入西化，是第一次泰国西化。那在帕蓬这边就是第2次西化。1950年由美国为主的西化的过程，现在有这么深的历史，我在这边我却完全不知道。这时候忍不住想引用一首苏东坡的诗：不是帕蓬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巷中。好事好事啊！好了，如果说各位对这个地方有兴趣，想要购票，可以看我们的叙述。今天的黑熊 V 泰我就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